中式的点心汤圆。汤圆在华人的饮食文化中呢，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不只是在冬至的时候我们会吃到汤圆，其实在很多重要的庆典或是节庆当中，甚至是婚宴当中，我们都会吃到汤圆。汤圆的吃法有很多种，我们可以包制各式的馅料，像是芝麻啦、花生啦，或者是红豆啦，甚至是包上鲜肉就会成为鲜肉的汤圆。那如果有兴趣如何自制各式馅料的朋友，可以搜寻我另外其他的这个馅料的视频哦。如果是搓成这个小汤圆的形状哦，大家可以搭配着甜汤啦，或者是爆炒猪肉啦、虾皮虾米啦，甚至蔬菜啦，做成这个小的咸汤圆哦。那今天呢 ，Vivian 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花生流沙的汤圆。到底花生流沙汤圆有什么创意的吃法呢？关于这个面团的部分，我建议大家哦，等到馅料大概都已经冰冻好了哦，可能花个几小时，已经冰冻成比较硬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做这个面团。因为这面团啊非常怕干燥，尽量是现做哦。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先做好放冰箱，就算包很紧哦，我发现它都会有很容易水分散失而造成裂开，所以我们尽量现做。那它现做的速度非常的快啊。虽然我之前的这个面团的分享啊，教大家怎么用这个加一块板妈，也就是所谓龟菜，煮过了以后混进去。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新手的话可能很难掌控板妈到底加多少，大部分加进去都是过湿，然后又要再加粉再调，我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。另外这个方法我自己非常常用啊，就是我直接加摄氏65到70度的热水进去这个面团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准备100公克的糯米粉，你最好买这个水磨糯米哦。如果真的买不到，就一般的糯米粉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口味是抹茶的口味，刚好我手边没有抹茶粉，如果你有抹茶粉的朋友，就加1大匙的抹茶粉。我今天呢，刚好手边有的是这个抹茶拿铁，泡起来很好喝哦。这有20公克，但我发现用它的效果也非常好，因为它有这个很浓的奶香，直接把它倒在粉上。你希望直接调到热水里面当然也是可以啦。摄氏65到70度的这个热水哦，我就赶快把它直接倒进去，因为温度很容易散失哦。那我再解释，所以温度可能会下降一点，没关系，你在家你就记得等到粉都准备好了以后，再把这个保温瓶啦、热水壶里面哦，直接取出来的热水哦，温度比较高，它烫起来的比较软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如果真的太软，你就稍微沾一点点的这个粉哦。如果太软，你就加点粉；如果太干，再加一点点水哦。那记得你看很快哦，这个盆就光了。建议大家这个面团哦，我们尽量就是现做，因为它不难，它很快就调好。因为这个面团现在温温的，我们稍微包一下这个保鲜膜哦，我们让它放凉。那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边缘，如果你在包的时候，你看按压的时候，你发现边纹都没有什么裂纹哦，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好包。你可以把它先做好这个长条形，我们就放在里面，盖上一个保鲜膜。那在包之前，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盘子哦，是等一下把包好的汤圆可以放在里面的。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喷上一点油哦，或是你用擦的也没有问题，只是为了让它等一下放在上面的时候不要太容易粘黏哦。馅料尽量还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哦。我们先来做这个面团的部分，那我们就稍微揉成适当的这个长条，它很容易塑形哦，所以不用一下这个揉太细哦，大概有一个粗度就可以。那这个料大概多少？比如说基本上是10公克的馅料，你就用10公克的面团。但我建议新手外皮的部分可以更多一点，比如说15公克或是20公克，皮稍微厚一点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在包的时候会好包很多。因为我们是流沙，我们非常害怕包完了以后煮的时候会破掉，流沙都流到汤里了，非常可惜哦。这个做的时候为了方便，我们可以手哦已经洗干净了，有点湿哦，或是抹点油都可以哦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搓这个汤圆，我们搓成圆球状以后，我们小小的洞就好了哦，也不用太薄，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子哦，稍微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建议尽量都这个馅料还是放在冰箱里，我都是要的时候赶快拿出来放，因为它非常流沙。像我是从冰箱直接拿出来，那一整盘还是留在冰箱，我们就是要的时候拿这一颗哦，稍微麻烦一点，但是做出来的比较容易满意哦，因为它其实还蛮厚的，我们从底下慢慢往它推哦，你看一下就推上来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让它压实的这个方式哦。那刚刚已经有
涂点油，所以不太会粘哦。记得我们尽量不要太久，因为我们那个流沙馅料其实老实说它现在已经有点融化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再蹂躏它太久了哦。我们赶快速度快，其实很方便啊。你看揉好的圆，我们中间按压一个圆圆的指纹。如果你这时候觉得面团的外表感觉有点干燥，记得手就去洗一下，稍微沾湿一点，不要太湿。好，做成一个凹陷以后呢，一样，我的馅料还是放在冰箱，我不敢拿出来哦。我们这时候开始把它聚集，需要慢慢的把它往上推，缩口，因为这个慢慢的缩起来哦。好，大概这样子，把它全部的这个粘合在一起哦。好，用压的方式，让它这个全部都密合在一起了。合在一起后，最后的步骤就是滚圆。手沾点油，沾点水哦，都可以。我这时候手又沾湿一点哦，沾湿以后呢，再来滚圆。好 ，OK 咯，又完成一颗了。提醒大家，冰冻的馅料的硬度会决定你好包，非常重要的关键哦。那当然，面团能不能够让它保持一个湿润度也是非常重要。记得你只要开始操作到后面，假设你按这个面团的时候，发现边缘有这样子的裂纹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你只要手沾湿一点点的水分，然后呢，再重新的来揉捏一下这个面团。会明显的发现呢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你就发现，哎，这边缘的裂纹又不见了，因为这个糯米面团是非常非常担心会害怕它会变得干燥的，所以你只要加水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哦。那如果包起来有裂纹，也是涂点水哦，就可以把那个裂纹给弥补起来。煮滚了以后呢，我们把汤圆放下去以后，我们再关中小火，因为要慢慢煮，不然它会破哦。好，那我们就陆续的把它放下去。那一放下去的时候，它稍微要动一下哦，因为我们用这个锅铲，有动的锅铲，我觉得还蛮方便，不然它会粘底。粘底这个我们就破了。害怕这个流沙会煮破，所以说要非常的小心哈。像一下去，这个就有点粘住了，要小心。好，我们就稍微的轻轻的这个搅动它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水哦，就把它关到大概中小火，温差如果太大，或是煮的太滚沸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汤圆哦，容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Vivian，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中式的点心汤圆。汤圆在华人的饮食文化中呢，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不只是在冬至的时候我们会吃到汤圆。其实，在很多重要的庆典或是节庆当中，甚至是婚宴当中，我们都会吃到汤圆。汤圆的吃法有很多种，我们可以包制各式的馅料，像是芝麻啦、花生啦，或者是红豆啦，甚至是包上鲜肉，就会成为鲜肉的汤圆。那如果有兴趣如何自制各式馅料的朋友，可以搜寻我另外其他的这个馅料的视频哦。如果是搓成这个小汤圆的形状哦，大家可以搭配着甜汤啦，或者是爆炒猪肉啦、虾皮虾米啦，甚至蔬菜啦，做成这个小的咸汤圆哦。那今天呢 ，Vivian 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花生流沙的汤圆。到底花生流沙汤圆有什么创意的吃法呢？关于这个面团的部分，我建议大家哦，等到馅料大概都已经冰冻好了哦，可能花个几小时，已经冰冻成比较硬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做这个面团。因为这面团啊非常怕干燥，尽量是现做哦。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先做好放冰箱，就算包很紧哦，我发现它都会有很容易水分散失而造成裂开，所以我们尽量现做。那它现做的速度非常的快啊。虽然我之前的这个面团的分享啊，教大家怎么用这个加一块板妈，也就是所谓龟菜，煮过了以后混进去。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新手的话可能很难掌控板妈到底加多少，大部分加进去都是过湿，然后又要再加粉再调，我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。另外这个方法我自己非常常用啊，就是我直接加摄氏65到70度的热水进去这个面团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准备100公克的糯米粉，你最好买这个水磨糯米如果真的买不到，就一般的糯米粉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口味是
抹茶的口味。刚好我手边没有抹茶粉，如果你有抹茶粉的朋友，就加1大匙的抹茶粉。我今天呢刚好手边有的是这个抹茶拿铁泡